台海局势再度升温，美国竟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首度使用 imminent 迫在眉睫，正式将中国大陆的威胁升级到迫切侵略的行动。这背后代表什么样的战略讯号？台湾是否真的能在某些情况下开第一枪？在同一时间，中国大陆将轰6K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永兴岛，并搭配运20还有空警500等远程支援平台，展现对南海、台海双战线压迫的新战略态势。美国的警告，中国大陆的布局，台湾是否真的已经无时间准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每周二晚上8点，请荧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帮我们抖内啦！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使用了 imminent 这个词，这是在对台湾发出什么样的军事信号？难道是美方正式背书台湾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开第一枪的战略立场吗？其实说真的何时开第一枪，一直是两岸冲突之中一直非常让人觉得最难以做决定的一刻。当然，现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这次提出了这么强烈的这样一个用词，让人不得不想起从2021年的冬天到2022年，当时呢美国不断的对世界发出警告当时一直警告说俄罗斯要准备入侵乌克兰了。当时只有乌克兰感觉好像不太相信，世界各国呢都感觉非常紧张。但果不其然，在2022年的冬天俄罗斯终于还是对乌克兰发动了攻势。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当美国对某一个区域不断进行这样一个警告的时候，那这个区域是真的潜藏着可能爆发军事冲突一个大可能性了。那在台湾来讲，今天台湾跟大陆之间的确也好，双方之间在1949年因为这个中国内战产生的这样一个分裂的这样一个情况，两岸之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合宜的双方终止内战的这样一个任何的不管是停战协定也好，订定终止两邦的内战，然后签订任何的这样的条约都没有。所以严格来说，两岸之间其实在军事对峙上来讲，它是处在一个所谓的内战的暂停状态。也就是说，内战并没有任何一方正式公开的这个宣布已经确定结束了。的确，我们这边有所谓的终止动员戡乱，中国大陆也有在这个业界应告台湾同胞书之后呢，基本上是对台湾采取了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这样一个作为。但是双方并没有完全没有签订任何这个有关于终止1949年并没有结束的这个内战，并没有对他签订任何的这样一个法律文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两岸之间的确是随时有可能战火再起。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双方谁开第一枪由于现在已经到2025年，那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舆论场上那如果今天谁开第一枪的话，就有可能在未来的局势之中呢会屈居下风。所以台湾这边对于开第一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谨慎。但是长期以往，也因为就是说台湾对开第一枪非常谨慎，所以中国大陆他现在在利用灰色冲突的这样的方式呢，对台湾其实可以说是极尽这个进行最大的这个压力化让台湾在承受这样一个灰色冲突这个压力上来讲，已经可以到非常非常临界的这个边缘了。中国大陆的军机军舰经常在台湾的这个24海里近邻水域外，空中跟海上对台湾的这样一个防御不断的进行压缩跟进逼，这也会让很多我们的政府官员，特别是有关于防卫决策的人呢，要去思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发动第一击或开第一枪。因为一旦发动第一击或一旦开第一枪，那这个时候其实原本已经沉寂了这个70多年的这个中国内战即将要重新再开始。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必须要解读什么是主动性防卫跟反应性防卫呢？其实在这个实战上来讲，如果今天你的对手在对你进行这个压力已经逼到这个极限，而且呢基本上已经在你的这个门口随时已经将子弹上了膛，然后呢火炮准备发射，已经是在完全只要他下达命令就可以对你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这个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确定了对方的意图，而且呢确定对方一定会对你攻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率先采用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对对方进行压制。比较有名的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1943年的这个城堡作战，其实当时这个俄军跟德军之间德军一直在为先攻跟后攻然后在这个希特勒面前两个集团军的这个司令官吵得不可开交。但最后当德军决定要先攻，然后呢俄罗斯也就是苏联的这个红军决定要后攻，也就是当德军攻击发动以后再发动反攻。当这个苏联已经确定德国在
1943年7月5号要发动城堡作战，但就在德国开火攻击前呢2个多小时在北方战线的这个部分呢，苏联的红军率先开炮。当然，当时德苏两方是已经进到了这个战争的状态。但是我们刚刚讲，如果说今天以这个城堡作战这样一个态势来看的话，当时苏联的这个红军主动炮击德军，基本上就可以算是一种主动性防卫了。因为我已经确定你要来，你准备要来了，而且双方本来就处于在战争这样的状态下，当我确定你要来攻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先发炮。当然，整个这个节奏来讲北方苏联红军先开炮，的确也整个打乱了德军的攻击步调。反应性自卫是怎么样呢？当敌方攻击到你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敌军已经对我们发射了这个第一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已经预期敌方可能会进行攻击。那但是呢，我们在敌方真正发动攻击前，运用大量的包含电磁科技，然后等等这个让对方那个没有办法对我们呢第一击能够成功。也就是说，当他的第一击开始发动以后，但是我们透过各种手势的这样的作为，包含这个电磁的干扰、电子硬杀跟电子软杀，让对方的这个第一击没有办法成功。但是，一旦当对方发射了第一枪、开了第一炮之后呢，我们就迅速果断的跟对方发动大规模的这样的反应。那基本上这个是属于自卫性的这样的防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了解，主动式防卫，当然我们也要确定100%对方一定会动手。那这个时候甚至要来自于对方内部非常精准的这个资讯，让我们能够确定对方可以动手。如果万一今天他只是把整个态势摆出来，然后利用最极限施压的方式诱发我们先开火的话，其实近来我们台湾有一个主张逐渐认为就是说，当你已经确定这个军事冲突无可避免，对方已经对你开火迫在眉睫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率先对对方进行开火，进行这种所谓的主动式自卫现在也的确是有相当多人在讨论，在思考这样是不是对我们中华民国的防务相对来说更好。因为如果当对方发动第一击的话，也就代表我们必须要能够承受对方的第一击。那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对我方的这个造成的这样的战损以及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确定了对方会对我们在几点几分几刻会确定对我们发动攻击发起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在那之前反制基本上来说可能是会把对方的步调大为打乱。但是我们这边讲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对方只是对我们极限施压，甚至于诱使我们开第一枪第一炮，那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会引致让台湾的确就跟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全面接战这样的状态。所以其实今天这种主动式防御或者是被动式防卫，的确会让我们负责这个下令第一击的人呢，其实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压力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真的打了，他的确是要打，那没错，那我打了自然是可以在战术上可以收取先发制人，甚至大量减少己方损失的功效。但是如果对方是极限施压，结果我打了，我率先动手，让对方变成师出有名了，因为他反制台湾方面主动攻击，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万一变到这样一个态势的话，整个国际舆论或整个国际态势的确是有可能会变成对我方比较不利的这个状况。这也是其实现在十分让这些这个军政领袖们非常头痛跟伤脑筋的地方。当然，面对中国大陆灰色地带威胁，我们的交战规则也是不是应该要调整其实呢，的确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种灰色地带的威胁，它的确很容易可能会让人产生这个由训转战的这样一个危机。那当然，其实我们从两岸的这个对峙的这个态势来看，对于对岸来讲，如果说今天对岸要发动所谓的台海作战的话，从北京的角度来说，他要进行这种所谓的国家统一战争，他只有一次机会，也就这次机会，他一旦发动，就一定要能够彻底的执行，并且成功，他才能够进行发动。要不然的话，原本他们现在对台这个策略还是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如果我今天率先发动攻击的话，就等于我自己撕毁了撕破了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对台湾来讲，自然而然更有这个理由来对中共发动各种的这样的反击甚至于不管是在国际场域上的台湾反击是非常有理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于北京来说的话，它自然而然的会对这个所谓的第一击会非常谨慎，而且它会对于这种现在所谓的灰色冲突的这个部分，会加大对我们台湾军方施压的这样的力度进行到一个这样的极限施压。那当然，我们那个面对大陆这样的一个极限施压，是不是我们的交战规则是不是也应该要调整呢？其实，如果当我们现在以军方来说，坚守的底线就是24海里的这个近邻水域到12海里的这个领空跟领海之间也就是说，当对方真正进到我们的近邻水域，而且直接朝向我们的这个领空跟领海有敌对的航向跟作为的时候，那自然我们就必须要可能要跟对方
进入这样一个接战状态。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原本在随着中国大陆在海峡上的活动，从1999年中国大陆突破了在沿岸10海里的活动，到了裴洛西来台湾中国大陆的这个军队呢突破了海峡中线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这样一个区间。那未来如果说它再进到我们的24海里，甚至于接近我们12海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台湾方面来说，我们就已经是退无可退。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交战规则在这上面是一定会有调整的。好，那当然，如何看待美方数度提醒不要再用和平时期的逻辑来看待战时的这个需求，是不是代表台湾有些哪些作为现在要转变，而且还太慢？其实的确是从美方的角度来讲，美方认为其实由于台海作战的纵深太浅，很多我们所一直要求的这种主战平台，在美方会认为可能在真正台海冲突的时候，实际上派上的用场并不大。当然，我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说，的确两岸之间也的确台湾的这个战略纵深太浅，因此当对方像现在部署在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炮兵火箭，就可能对于我方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威胁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的确台湾的这个有生战力，如果在两岸的这个军事冲突实际发生的时候，的确压力是在我方距离又近，然后呢对方的可以集中的火力又大，但是呢也并不代表就是我方因此就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这种传统的这样的军事力量。那美方当然是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对我方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一直希望我们能够改采这种所谓的更坚实或更具韧性的这种国土防卫政策。什么叫国土防卫政策呢？其实讲白了就是要打巷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判断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冲突的话，大陆可能会在蛙子尾，还有像淡水的沙仑以及台北港到这个竹围渔港这一带呢设法登陆，并且建立桥头堡。建立了桥头堡之后呢，他们基本上就会沿着台4线或国道2号，还有呢台15线跟台2线这几条公路进攻台北市区。那这个时候，从美方会认为，你今天要能够在这些地点上最大程度的摧折共军已经登陆的部队也就是说，其实透过这种著名地战争或者是巷战的这样一个方式，让共军蒙受重大损失。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也会让中国大陆是不是要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他必须要审慎而且认真的这样一个思考。也就是说，他能否承担处既要能够跨海两栖登陆攻击，而且两栖登陆攻击后又是否能够承受那么大的一个伤亡，然后让部队从这几条路线进攻到这个台北市区。美国是希望借由提高伤亡的这样可能性的估算，来让共军觉得在台湾进行登陆作战以及呢进攻台北市的这样的作战呢，会因为代价过于高昂而不宜轻率发动。基本上美方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概念跟逻辑，希望能够借此来调整我们的建军方向。所以因此美方会希望我们能够把部队尽量包含像无人化以及呢分散化，然后呢尽量让部队能够跟当地的这个地貌地形呢，还有这种各种建筑物能够相切的结合，然后透过各种反制的武装包含利用这种所谓的这个第1号视角的无人机或者利用各种的反坦克火箭以及地对空的单兵西行式的这样一个防空飞弹，构成一个绵密的这样一个火网让攻击军如果透过这几条路线进攻台北市区的话，会因此而蒙受极大的这样的损失。所以重点就是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我们必须要针对这种可能的威胁进行准备，而不是去想它到底可不可能这样做。好，当然了，中国大陆它首次将这个轰6K 部署到这样一个永兴岛。那另外呢，它其实呢除了轰6K 之外，它也还包含像运20还有这个空警500等等支援的这样一个飞机。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大陆在这个地区呢要具备联合远距离的这样的战力投送能力？这些问题呢，我会在我会员专属的影片中为各位资深军迷回答，请订阅频道，加入会员，解锁更多军武会员的专属影片。如果你也关心台湾的生存底线，没有哪一场战争是突然发生的，但每一次失败几乎都是准备不足的结果。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见。如果今天共军进行不管是左转也好，